刘备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，三顾茅庐跪请来的军师诸葛亮，一拳就轰飞了汹汹而来的夏侯惇，动不动就要捅别人透明窟窿的张飞，此刻竟换上了一副软弱的夹子音。哥哥，俺乃燕人张翼的。连哄带骗拿下了东吴32座城池，就连自己那扶不起的阿斗，此刻也孜孜不倦地批阅着奏折。一切只因虾仁穿越东汉末年苦熬3年等来的金手指，却只能往别人身上加点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对方的属性也会同步到自己身上。加点的代价则是需要战胜对方，获取胜利点。因此在这3年里，我不是跟诸葛亮比谁吃得多，就是比谁拉得更臭。如今已把他的武力值加到了99点，战斗力堪比人形高达，眼看属性就要突破到100时，却不料诸葛亮竟呼呼大睡起来。可虾仁并没感到一丝意外，因为武力值突破100后，就有仙人在梦中传授武艺。诸葛村夫，再不出来，俺就烧了你这破草屋！三弟，且慢，带我回去集结兵马，踏平这草屋便是。好家伙，本以为张飞很莽，没想到关羽更狠。获得任务，请宿主自行选择：一、什么都不管，诸葛亮领悟被打断，武力值仍停留99，胜利点不返还，宿主获得荆州兵500。二、阻止关羽张飞，守到诸葛亮领悟成功，宿主获得500亲兵。看来还是第二个选项更好，毕竟枪杆子还是握在自己手里比较安全。在下左将军宜城亭侯，领豫州牧皇叔刘备，不知可是卧龙先生当面？你们来晚了，孔明他已经睡了。呆，你这厮竟敢消遣我大哥，看俺不捅你个！你莫不是虎牢关前战吕布，诛杀袁术大将纪灵，刘皇叔的左膀右臂，捉郡的英豪，燕人张飞张翼德？嘿嘿，你这小兄弟不但长得俊美，说话也好听，可叹你喝酒误事，丢了徐州基业，使兄长无立锥之地。我若是你主公，定要在你身上捅上1万个窟窿。不知足下面前这位莫不是斩颜良、诛文丑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忠义无双的汉寿亭侯？正是在下，不知足下有何高见？可惜你过五关斩六将，那五关有4个方向，可见你分不清东西南北，想来也是插标卖首之辈。你这厮先揭我短，又辱我二哥，今天非要教训你不可。来得好，正好检验我的全部战力。以1敌2，不落下风。想不到这新野小城除了卧龙，竟然还有如此人物。如若2人尽数入我帐下，汉室何愁不兴？奶奶的，你这小子怎么还不认？坏了，2打1也未必能打过他。诸葛亮领悟成功，当前武力值100点，1点武力值回馈宿主，宿主当前武力值105点，获得西向之力，疾走天赋。这疾走天赋是怎么个事？赤兔日行1000，夜行800，宿主日行1200，夜行1000。也就是说，关羽骑着我比骑赤兔要厉害是吧？大梦谁先觉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事足，窗外日迟迟。汉室莫胄，捉郡渔夫。久闻先生大名，如雷贯耳。曾2次进谒，不得相见，几留书一封，不知可曾阅过？南阳野人疏懒成性，吕蒙将军降临，不胜惭愧。将军请。说着就领刘备入了草屋，只留下3人在外面大眼瞪着小眼。只是一盏茶的功夫，2人就携手而出。只见刘备的眼角微红，似是刚刚哭过。主公，这是我好友虾仁。虾兄乃真英雄也，战我2弟3弟，不落下风，当世的豪杰啊！刘皇叔过誉了。孔明可是想好了，你这一去，怕是今生再难偷得半天清闲。汉室垂危，我主以天下苍生为己任，欲救百姓于水火。待我助主公匡扶汉室，到时再功成身退。虾兄可愿意同孔明一起助我兴复汉室，成就一番功业？我家住新野南70里王家村。说罢，虾仁转身离去，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。先生，虾仁这是何意？主公3顾请我，请虾仁不就成顺带了吗？主公勿忧，虾仁必会投到主公帐下。当年曹操屠徐州2城，虾家也皆被屠戮，可以说虾仁与曹操有不共戴天之仇。竟有此等缘故，我明日便去王家村亲请虾仁。虽然早就决定辅佐刘备，但系统奖励的500亲兵还没到账呢。说完，虾仁便背起战马疾驰而去。毕竟现在有了疾走天赋，虾仁的速度要比战马高出不少。
少爷，我们可算找到你了。你认识我？少爷，我是徐波啊，老爷最忠实的下人。当年徐州被屠，我们跑出来了。老爷临死前让我们千万找到您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誓死守护少爷。你们有多少人？800来人，都是咱夏家的远房亲戚和佃户。800，这也对不上数啊！系统难不成还送了300人？青壮力500人整。这哪是500亲兵，这分明是500个难民，再加上300个难民里的妇孺。系统，我需要你给我个解释。宿主亲兵可以通过杀敌获得功勋年，功勋年可以提升宿主亲兵战力，而且系统保证这800人绝对不会背叛宿主。难民里抽出来的劳动力还能有什么战斗力？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少爷，我们饿了。说他们是难民一点也不为过，感觉今天虾仁要是不管他们这顿饭，这帮人就会立马饿死。可又怎管得了800人的伙食？思来想去，只好杀马了。马儿啊，对不住了，为了我的家人们，只能委屈你了。少爷且慢，万物有灵，杀之可惜。况且这一匹马不够我们这么多人分，我们去扒点树皮充饥便是。这到底是自家人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他妈的，你们没找到，我要挨饿；找到我，你们还得挨饿，这不是白找了吗？走，我领你们去吃饭。刘备的脑袋都快烧冒烟了，3顾茅庐跪请来的军师诸葛亮，一拳就轰飞了汹汹而来的夏侯惇，动不动就要捅别人透明窟窿的张飞，此刻竟换上了一副软弱的夹子音。哥哥，俺乃燕人张翼的。连哄带骗拿下了东吴32座城池，只因虾仁的金手指能往别人身上加点，同时也将属性同步到自己身上。此时虾仁的武力值早已突破100，现在最要紧的是解决这800难民的温饱问题。虾仁首先就想到了村里的土财主王老爷，他仗着跟襄阳蒯家有姻亲，平日里没少在村里欺男霸女。而此时王老爷正追着赵三媳妇要奶喝。小娘子，别害羞嘛，快奶我！老爷，您行行好，饶了我吧，这钱我不要了。您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？哼，你今天奶也得奶，不奶也得奶。老爷，不好了，虾仁来了，给他500钱，让他滚。老爷，虾仁这次带着一群难民，500钱怕是打发不走。他妈的，坏老子好事！我出去看看，你再这把他看好了，他要是跑了，也剥了你的皮。我说虾仁，你真当我王家好欺负，领这么一大帮臭难民来我家吃大户？我告诉你，我家可跟蒯家连着姻亲，我儿子更是在荆州牧刘表手底下做事。你只会打架有个屁用啊！出来混要有势力，要有背景。你女儿不过是给蒯家当妾，算什么狗屁姻亲？你儿子在荆州当个牢头，就算给刘表做事了。就算是妾，你惹得起吗？识相的就给我滚！就当虾仁将要发作之时，一个小伙子往人群里挤了进来。王老爷，听说您老来得子，夫人没奶水，让我媳妇给您奶孩子。现在都快天黑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我这没请奶妈，没看我们这谈事呢，找媳妇去别处找去。是，兴许是我搞错了，我再去别处找找。爷，不好了，赵三大小媳妇不堪年老的侮辱，在屋里上吊了。侮辱？上吊？你他妈怎么看的人？我他妈今天非要扒了你的皮不可！哎呀，你媳妇奶完孩子，我本想留她吃个便饭，没想到她却误会了。来人啊，给赵三哥拿100钱，就当慰藉吧。我媳妇没了，我媳妇没了。杀妻之仇，你报是不报？报仇？我还有父母，还有孩子，王家势力大，在襄阳有当官的，这仇我替你报。你斗不过他们的，在这里他们就是天。服了，这人怎么这么窝囊？跪久了真站不起来了。我也是世家，他们王家惹到我了，我现在要个借口收拾他。你给我借口，我替你报仇，如何？求青天大老爷替我做主，为我亡妻报仇雪恨。果然还是世家争斗好使。赵三当然想报仇，只是他没能力，一个穷人，没有官府替他做主，他连王府的门都进不去。但是只要有王家更大的世家替他出头，他绝对敢报仇。这是穷人在汉末被压迫中总结出来的智慧。虾仁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来呀！我大汉朝可是有王法的。王家恶霸逼死赵姬，杀人偿命，天理难容。虾仁话点燃了火药桶，引爆了每一个人的情绪。王老爷又何尝不是他们一路来遇到恶霸的缩影？只不过没人带领他们反抗罢了。次日一大早，刘备3人就来到了虾府，看着眼前的宅门，感觉比诸葛家有钱多了。他们哪知道这里昨天还是王府，只因王家屋子够大，能住下800人。
故而虾仁直接把王府改成虾府。在下左将军宜城亭侯，领豫州牧皇叔刘备，特来求见虾仁。我家少爷正在午睡，几位贵客先进来等等吧。南阳野人，疏懒成性，蒙将军降临，不胜惭愧啊！这台词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完了，大哥整天如鱼得水，今天又来一盆水。刘皇叔进屋一叙。这虾仁着实令人难以琢磨，他不会也要学诸葛亮的隆中对来一个王家村对吧？不知皇叔今日来访，所谓何事？汉室卑微，曹贼当道，苍生危难，被欲匡扶汉室，奈何孤木难支。虾兄先祖曾匡扶高祖、文帝2代天子，何不效法先祖，开万世之太平？皇叔说的有理，我这就去投奔荆州刘表，匡扶他，拯救大汉江山。啊！这莫非是虾仁试探于我？景生兄内忧外患，纵有匡扶汉室之心，也无匡扶汉室之力。那皇叔之间，我若匡扶汉室，应投奔何处？有一人乃是汉室宗亲，曾凭黄巾征董卓，书信退曹贼10万雄兵，一心匡扶汉室，却败徐州、丢豫州，卧薪也极有7年之久。这7年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卧薪尝胆，苦求贤才，欲揽天下之贤才，扶狂澜于极岛。皇叔说的可是？没错，正是在下。被请虾仁出山，救大汉之基业，救这天下苍生。皇叔快请起！大汉未磨，恐怖如斯。这时候不能心软，必须在这一刻给刘备灌输一个理念。这戏还没唱完，皇叔何以匡扶汉室？文有孔明，武有关张赵，邀天下英才为我所用，足匡扶汉室。曹操英才比将军10倍，若只靠英才，难以匡扶汉室。孔明劝我取荆州1州2地，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，以2州之地，足匡扶汉室。曹操拥有北方10州，若论地盘，将军难以匡扶汉室。那依虾兄之见，我该何以匡扶汉室？然而虾仁接下来说的话让刘备大为震撼，这个冲击力对他来说甚至要比隆中对还要大。众所周知，三国就是一家子大乱斗。大哥，你小妾的娘家让虾仁给屠了。虾仁？徐州那个破落户，回头派兵杀了就是。要能杀，我还跟你说什么？他投刘备了，那让刘备把他交出来。就算刘备交出来，你也杀不了。虾仁死去的母亲姓蔡，他管主公叫姨夫，管蔡瑁叫舅舅。哎，这都是亲戚。那贤弟的意思是，干脆把你那个小妾杀了吧，一个小妾而已，不能因为他影响了咱们荆州世家姻亲的关系。那贤弟去吧，反正我也不差这一个小妾。哎，我最近都忙不过来。对了，他还有一个弟弟在襄阳当牢头，我也一并处理了，没什么事，弟弟就去了。一会把门带上。如今曹操几经平定整个北方，大汉13州，几夺9州，天下一统指日可待。现刘备暂居新野，招兵买马，足见欲图霸业之野心啊！今闻刘备败两军师，此2人何许人也？当年司马徽学堂的老同学嘛，这俩货居然投奔刘备了，汉室可行吗？你说什么？启禀丞相，此2人唤作诸葛孔明、虾子厚。这2人比先生如何？2人堪比日月之明。单说那诸葛亮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扭转乾坤之能，乃当今奇才。这虾仁嘛，虽有神鬼莫测之才，但不是特别稳定。刘玄德素怀鲲鹏之志，如今得此2人，如鱼得水，恐天下无人可敌啊！此2人能否为我所用？此2人父母皆亡，你还想控制人家父母？像我一样为你所用，他俩现在都是孤儿。袁直修的胡言乱语！我是诸葛亮，虾仁如草芥，何足惧哉？我必生擒刘备。好，军中无戏言。封夏侯惇为都督，于禁、李典完韩浩为副将，统兵10万，守取新野。末将领命，如若不胜，我于禁、李典、韩浩愿以死谢罪。这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曹贼以夏侯惇为主将，引10万兵马奔荆州而来，我新野为荆州门户，首当其冲，各位可有退敌之策？这几日刘备天天和诸葛亮、虾仁混在一起，冷落了张飞，心里也是十分不满。大哥，你整天如鱼得水，如鱼得水，何不用水去迎战？不管何时何地，都讲一个论资排辈。诸葛亮、虾仁寸功未立，凭什么上来就位居众将之上？退敌之事需要仰仗2位先生，以后所有人听军师之计，不得有误，违令者斩。也罢，我这水便迎敌去也。先生切不可意气用事，你一介文人，可不能死在战场之上。主公放心，亮内有乾坤。说罢，诸葛亮便安排其他将领做后备援军，自己则是和虾仁一起前往博望坡打前锋。
不是火烧博望坡吗？怎么改阵战了？这武力值上去了，都不想用脑子了吗？都督，徐庶言、诸葛亮、虾仁皆不是之才，5000兵马赶来迎战，其中必有诈，还是小心为妙。那刘备倒是想以10万大军迎敌，他有吗？文泽，你这人哪都好，就是太谨慎了。都督，刘备此举恐怕是给刘表援军拖时间。以属下看，速战速决，先吃下这5000兵马，再包围新野，用围魏救赵之计，不断消耗刘表。刘表如若不救，就吃掉刘备。好。该让那2个后生知道兵法可不是读出来的。李典，你引5000精兵为前锋，冲击兵阵，我带骑兵乱，趁势杀出。于禁领3000兵马为我等压住阵脚，我怕将士争功乱了队形。末将领命。孔明，你有何计策退敌呀？这曹军快扑过来了。没有。不是大哥，没有你早说啊！我守街复刻火烧博望坡不就行了？这档口了，哪来得及呀？孔明误我啊！此后记得跟好我，走远了我可护不住你。队伍成追行阵，我为追歼，所有人记住跟紧我，掉队一定会死，逃跑也一定会死，但是跟紧我你们就一定能活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怎么成莽夫了？真奇怪。众将士随我冲锋。这特么还是诸葛亮吗？将军快看，一马当先的那个好像就是刘备的新军师诸葛亮。什么军师一马当先？哈哈，看来诸葛亮也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。都别跟我抢，看我戏耍于他。诸葛小儿，看我生擒于你。这特么是军师啊！坏了，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。给诸葛亮加满武力之后，他的战法也跟着变化了。都督，李典将军被诸葛亮一枪捅死了。谁？诸葛亮一枪捅死李典？你莫不是说反了？怎么可能被诸葛亮一介文人一枪捅死？我乃南阳诸葛亮。老表，轮到我了哟！我求求你，别仗了，我投降！所有人都特么放下武器！哦，骑兵主公，诸葛军师一枪捅死李典。什么？李典一枪把诸葛军师捅死了？是诸葛军师一枪捅死了李典，死的是李典。吓死我了！那也不对啊，诸葛亮一个文人出身，怎么拼上刺刀了？报，骑兵主公，夏军师生擒夏侯惇，曹军接降。怎么一个比一个猛？这2位军师到底有没有好好读书？仅此一战，虾仁足足收获了58000多点功勋，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系统商店。现在赤兔跑的都没我快，提升亲兵战力才是重中之重。现在亲兵平均武力值才30出头，太弱了。恭喜宿主消费55000功勋点，获得虎头战金枪，全体亲兵武力值加4，当前亲兵平均武力值34点。子厚啊，这夏侯惇该如何处理？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当然是放了他，毕竟下次再抓还能赚5000点功勋，但是不能白放，否则太便宜曹操了。让曹操赎人吧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我想让夏侯惇亲自给曹操写一封信，求曹操救他。这是何缘由？让夏侯惇求曹操赎他，曹操如果不救，就会让曹家诛将韩信，这样我们能得到更多的赎金。孔明不愧是你啊，这你也能算计一下，那就让他写。问题是夏侯惇就是死活不写啊。上行啊，几个大耳瓜子下去，我就不信他有多硬的骨头。毕竟是2弟妹的大伯，你得照顾翼德的面子，没法动刑。子厚，你平时诡计多端，阴招百出，你想个办法让他写信。触发任务：1. 不管此事，获得全体亲兵武力值1；2. 偷偷放走夏侯惇，获得夏侯惇的独眼1枚；3. 让夏侯惇写信，获得全体亲兵武力值3。这夏侯惇的独眼有什么用处吗？可以盘着玩。我尽力去办吧。夏侯将军，我来给您洗脚啦。哎呦我去！这玄德公太客气了。不对，刘大儿有诈，把我当作吕布整是吧？我夏侯男儿又岂是好色之徒？
说来我还是张飞的大伯呢，他刘皇叔不看我面子，还能不看义的面子？戏吧戏吧，不能辜负玄德公一番美意。这小手真滑。夏侯将军，您这有许多老皮，我帮您修修可好？好，当然好。夏侯将军，好兴致啊！虾仁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有个问题想问夏侯将军，只是略有冒犯，又不知当问不当问。不当问就别问了，老夫还在修脚呢。夏侯将军，你怎么只有一只眼睛？夏军师问这事是何意？不会是只想消遣老夫吧？非也非也，夏侯将军如此勇猛，在下钦佩。正所谓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说罢，虾仁捡起夏侯惇刚剃下的脚指甲和死皮，虽然用布包裹着，但是还是散发着阵阵臭味。那指甲里还有黑泥，真是恶心。夏侯将军，我此次前来是希望你手书一封，让丞相属你，到时便放你回去。大丈夫死则死而何必求生？身为军人就要有骨气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得罪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老夫是懿德夫人的大伯，岂可折辱于我？给老子张嘴！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写还是不写？写，我写还不行吗？来人啊，执笔伺候！丞相救我！这有人逼我吃脚指甲和脚皮。夏侯惇亲笔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全体亲兵获得3点武力值，当前亲兵平均武力值37点。废物！我早就说过，袁让不是统军之才，只不过常随我左右，才有些许战功。夏侯惇指挥无度，该杀该杀！丞相，此战非夏侯惇之过，料谁也不会想到诸葛亮能一枪捅死李典将军，更想不到虾仁如此勇武，能生擒袁让。曹丕，你说夏侯惇之败该如何处理？此战确实非叔父之过，若全推给李典将军也是不妥。更何况夏侯惇出发之前可是立下军令状的，正所谓军法如山，我曹氏诸将败而不成，让其他将军如何想？你的意思是要将夏侯惇军法重施喽？法度不彰，则难以服众；军法不彰，则难以成军。终于有人来唱白脸了，曹操很是满意，他正好可以唱红脸施恩于曹氏诸将。袁让可是你的叔父，他为我大魏立下汗马功劳，他那眼睛就是为我征战受伤的。真军法重施，你叫我如何忍心啊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狠心的儿子？你要气死我吗？君有征臣，不亡其国；父有征子，不亡其家。这么说不及你的，我大汉就亡国了。孔明3拳有点甜，虾仁风车秀无边。这是蜀汉阵营的2位军师，不好好研究兵法，反而拉满了武力值。博望坡更是一举拿下2万曹军。就当夏侯惇的求救信抵达许昌之时，曹操却直接躺地上装死。文和，此乃姑的金蝉脱壳之计，让你担忧了。丞相肩上的担子重，所思所虑自非常人所能及。不过，姑此刻唤你前来，是想问问你，夏侯惇我是救还是不救？这是丞相家事，老朽还是不言了吧。夏侯惇是替朝廷出兵，绞杀刘逆，怎么成家事了呢？既然不是家事，那依老朽看来，定然要救，还要大张旗鼓的花重金，要让军中所有夏侯家、曹军的将军们知道丞相财政之艰难，主公决策之艰辛。可问题就是，姑现在财政真的艰难，也没钱去赎袁让。臣还有一计，用徐庶去换夏侯将军。徐庶可是有天纵之才，下人诸葛亮就够姑头疼的了。你还送回去一个徐庶，慢性毒药，7日发作，到了新野，人已经没了。他刘备只不过得到徐庶的一具尸体罢了。此举有伤天和吧？丞相，然做大事者就应不拘小节。就依文和之计，不过慢性毒药就算了，云长都放了，还怕一个徐庶？此后啊，俘虏的那2万精兵，你打算如何处理？你个诸葛亮，能文能武，干嘛老是问我？非也非也，这事还真非你莫属。我和主公的意思是，如今我军名义上归属刘表，这些俘虏应该交给刘表，但是这么白白交出去又太便宜了。要换荆州的兵员，至少要换到1万荆州兵，新兵最好，对刘表没有依属感。那这事应该主公去办啊，他和刘景升比较熟。
荆州兵马10成有8成在蔡瑁手里，要换兵，只有他同意才行。蔡瑁跟我有啥关系？我又不认识他。蔡瑁是你老舅啊，你母亲可是蔡瑁的庶出亲姐啊。蔡家嫡出2女，一位嫁给黄承彦，一位嫁给刘表。庶出女足有6位，分别嫁往各地，虾仁母亲就是其中一位。也就是说，黄承彦、刘表是我姨父，蔡瑁是我舅舅，孔明娶了黄月英，那你岂不是我姐夫？你才知道，要不然凭什么让你住我家？我哥的被子按道理是传给我的，先给你盖了，你还嫌弃？你不会以为你那么爱赖皮，我还总跟你玩，是因为我人好吗？那是因为你是我小舅子。我竟然是荆州的官二代，你早说啊！不对劲，这么论的话，蔡瑁也是你舅舅，刘表也是你姨父，凭什么你不去？我虽然也管蔡瑁叫舅舅，但是我只是娶了蔡瑁的外甥女，我是跟着家妻叫的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是他亲外甥，令堂跟蔡瑁是一个爹生的，你自己说谁比较近？可问题是我第2集就屠了蒯家小妾满门啊，这个时候去襄阳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不对，就我这105的武力值，神挡杀神。触发事件，任务开启：1. 拒绝去荆州，奖励坐骑升级10次； 2. 去荆州换兵不成功，奖励全体亲兵武力值提升5点； 3. 去荆州换兵成功，开启家将模式，并奖励家将大礼包。什么是家将模式？亲兵里某一个人数值会变得更灵活，可以担任金团的武将，可替宿主领兵征战。也就是说，类似于曹氏诸将，我也能搞家军了。看来这个家将也是刚需啊。此去荆州，以子厚之能，想来换兵定能成功。然还有一桩机缘送与子厚，这是吴的锦囊妙计，切记3日后打开。出现了，诸葛亮的主动技能锦囊妙计。襄阳，我来了。星野到襄阳起码需要半天，而虾仁2个半小时就跑过来了。然而等虾仁来到刘表府门前，这里却挤满了前来投奔认亲的外甥。我们都是蔡瑁的外甥，快让我们进去。看来只能换个身份才能进去了。老爷，刘备使者来访。叫他进来吧。姨父好，别乱认亲戚，我可是朝廷封的荆州牧，代天子牧民，就算真是我外甥，我也会秉公办理。这几年蔡家外甥来讨生计的太多，又个个都是酒囊饭袋，因此刘表也不是十分待见这些人。你莫不是博望坡生擒夏侯惇之人？正是在下。听到是生擒夏侯惇之人，刘表目光瞬间亲切了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虾仁，虾子厚。我想起来了，是我亲外甥。诸位，这是我亲外甥虾仁，生擒夏侯惇的虾子厚。好家伙，富在深山有远亲啊！子厚外甥，此来何事啊？启禀荆州牧。哎姨，叫姨父。什么荆州牧？多生分啊！姨父，刘皇叔此战俘虏曹军精兵2万来人，特命我来献与姨父，以壮我荆州兵马。玄德此战大涨我荆州威名，你看看刘备军中缺些什么，我派人送过去。刘备军此战过后略有伤亡，急需兵员补充。好，蔡将军，这事儿你来弄吧，你与咱外甥好好聊聊。子厚外甥，这不是说话的地，既然来襄阳了，去舅舅家住吧，正好谈谈刘备兵员一事。那叨扰舅舅了。外甥，来尝尝我这300年的女儿红。舅舅谈正事前，还是不饮酒了。穷亲戚就是穷亲戚，哪懂得这世人风雅。听说你现在给刘备做事？正是，我主乃中山靖王。得了吧，1万来人的军队能成什么气候？听我的，来荆州，皇祖死了，江夏缺个能抗得住孙权的人。刘表那意思想让文聘接手，不过那是他的人，你是我亲外甥，我想让你去。江夏这么重要的位置，能让我去？也是，蔡瑁外甥里也就张允还行，我是蔡瑁的外甥，这是天然信任的优势。舅舅，江夏之事容我思量，咱还是先谈兵员之事吧。不就是兵员吗？2万换2万，除了襄阳的兵，你看上哪的，我直接调给你。能给点新兵吗？刚抓了1万人，现在长沙魏延手底下训练呢。你要的话，我一纸调令的事。魏延，好家伙，未来的汉中太守居然在长沙练新兵。舅舅，能不能把这个魏延也调过去？魏延走门路都走到你这了，我说你怎么要新兵呢？这样吧，只要你答应做江夏太守，在曹公发兵之前替我看住孙权，魏延给刘备1万新兵也给刘备，我再从夷陵给刘备调1万的蛮子过去。这话信息量太大了，怎么办？感觉脑子不太够用了。早知道就早点绑定张飞，先长点智慧好了。外甥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可曾婚配？
舅舅这是何意？临上任江夏之前，我得帮你定妆亲事。你母亲不在了，这件事得舅舅做主。哪家姑娘漂亮吗？蒯家的姑娘，3日后蒯家诗会，姑娘们都会参加，你随便挑，只要姓蒯就行。3日后，那不就是诸葛亮锦囊妙计的日子吗？想到此处，虾仁也不管3日后了，赶紧打开诸葛亮的锦囊。蒯家诗会有你良配，江夏易主，子后辛苦。我操！合着你诸葛亮早就算计到了，也不早告诉我，都是人精啊！张飞，我要跟你绑定，我要长智慧。世人皆说大鼻子的男人小不了，脖子短粗的耐力强。你说的这些庞统都占了，但那也太丑了，你能下得去嘴吗？3位小姐小点声，我庞统能听见。妈呀，这也太吓人了！这是蒯家的3位嫡女，稳重的珍珍，活泼的连连，还有害羞的爱爱。平日里在家端庄淑雅，一场诗会见到这些世家公子，顿时花心荡漾起来。赶紧开始诗会吧，再不开始，我蒯家都成妓院了。各位公子，此次我蒯家诗会，一来为联络我世家子弟友谊，二来为我蒯家及女则良婿，望各位公子一展才学。都说好的让我随便挑，费这劲干嘛？要我说，干脆站一排，我先挑了，剩下的你们再搞什么诗会多好。不知哪位公子有大作，愿意先声夺人啊？蒯越说完，众人直接安静了，谁也不想当出头鸟，可是总有缺心眼的。我这有一篇，请诸位雅正。早上去踏青，遇见小鸟姓，鸟儿姓的妙，好似春来报。你是谁？竟敢嘲笑于我？在下虾仁，我不是嘲笑你，只是想到一些开心的事。你莫不是生擒夏侯惇的虾仁虾子后？正是在下。在下马良，久闻子后大名，如雷贯耳。马良，这可是将来的同事啊！子后好久不见，想不到子后先我一步，立如此大功。这就是虾仁，这身材可真不错啊，圆头圆脑的，肩宽腰细，声音听着就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世家公子。这风头全让虾仁抢走了，他一介武夫，凭什么？想出风头是吧？我让你出个劲儿。瞎子后大名，如雷贯耳。既然你家学渊源，可有大作？笑话，我堂堂穿越者怕诗会，今天就当一回文抄功。既然黄公子盛情邀请，我便献丑了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源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这后诗啊，既是用注，又是标志。此人被窝里放屁，他是能文能武啊。虽然话糙里不糙，但是你这话也太糙了。世间竟然有如此才子，事业有成，文采又好，谁要是嫁给他，岂不是享福了？不作数，你这是就时所做，谁知道你暗地里打磨了多少遍？那你说如何才能作数？我现场出题，你七不成诗，敢是不敢？这皇叔有病吧？都是亲戚，干嘛呢？七不成诗，世间哪里有人能办到？贤侄难为人了。虾仁能文能武，绝不是池中之物。如果能借此机会替其扬名，也是一桩善缘。我什么时候人缘变得这么好了？皇叔，你可千万别怂啊！不就是七步呢，这有何难？虾家经历大难，想来是见过民间疾苦，就请子后以此为题材，七步做一首诗吧。这题材实在是刁难人。若是把民间疾苦说轻了，传了出去，虾仁就会失去民心；若是把民间疾苦说重了，那些世家朝廷将置于何地？皇叔过分了，明知虾家遭逢大难，还专往伤疤上接。此刻虾仁却不再意气之争，直接抬脚开始背诗，一首白居易的《观义麦》便脱口而出。皇叔虽然没听懂，但是通过众人的表情，他意识到这应该是首好事。开玩笑，这可是白居易的代表作。哎呀，虾哥哥，你诗写的真好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哎呀，你们不要挤，别挤坏了我的哥哥。虾郎，我家的猫会后空翻，我领你去看看。岂有此理！伤风败俗，真是伤风败俗啊！我蒯家的脸面啊！虾哥哥，我给你包个葡萄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虾郎，这力道还好吗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不好不好。你们先下去，我和虾公子有话要说。虾哥哥，来张嘴。虾郎，你这脚真好看。出去，成什么体统？来人啊，把3位小姐请出去。3位小姐，你们这么争虾公子，难免伤了和气，让二爷跟虾公子商量商量，弄不好把你们全收了，大家将来还是姐妹。那好吧，二叔，您可要替姐妹们多说好话啊。
麻烦二叔了。二叔，如果虾哥哥只要一个的话，记得选我。这哪里是良缘啊，这分明就是烂桃花。但是不娶又不行，这2万兵员不好拿啊！妈的，这算不算为国捐躯？虾公子还真是颇有女人缘啊！长得帅，能力强，没办法的事。蒯大人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蒯家想把哪个姑娘嫁给我？虾公子，你看又急，我家姑娘倒是都想嫁你，但还是提前把话说明白的好。我舅舅几经把话跟我说的很明白了，我娶你蒯家姑娘，蔡和蔡中帮我执掌江夏兵权，我任江夏太守，在曹操兵发荆州之前，帮你们看住孙权。你舅舅也没把话说得足够明白，我们的想法是，你要跟我们蔡蒯2家共进退。共进退？您的意思是等曹操大军一到就投降曹操？对也不对。刘表最多也就活2年，弄不好1年半就会死。到时候荆州世家无非3种选择：第一，选择扶植刘琮，世家还是世家，前提是荆州能顶得住外敌；第二种选择扶植刘备，刘备也得需要我们世家支持，世家同样还是世家，前提是刘备顶得住外敌；第三种选择才是投降曹操。但是我荆州世家还是不是世家就不好说了，最起码曹操不会给蔡蒯2家如此多的特权。到时候曹操领兵南下，你们想怎么办？那就看你主公刘备的了。第一种情况，刘备顶不住曹操，那我蔡蒯2家把整个荆州作为见面礼送给曹操。第二种情况，刘备顶住了曹操，但是实力大损，那刘皇叔就只能接着给刘琮当看门呢。第三种情况，刘备不仅顶住了曹操，还实力大涨，那我猜蒯2家就扶植刘备成为下一个刘表。所以你们愿意把2万的兵员给刘皇叔，也放心让我守江夏，无非是给自己留后路。那为什么一定要我跟你们同进退？此后尽管你我不熟，但是千秋万代的史书上，你虾子后就是我蔡瑁的亲外甥，这点你躲不掉。你虾家全族被灭以后，若是没有母家蔡氏的支持，你能在任何一方势力站住脚吗？只要你娶了蒯家姑娘，你就是蒯蔡2家推出来的代表，你一人有容则蔡蒯2族同要。合着我一个反世家的要成为荆州2大家族的代言人？虾人瞬间读懂蔡蒯2家的全盘计划了，谁当他们主公不重要，保护住蔡蒯2家的特权与家财很重要。世家大族永远不会把自己的路走死。我们也是为了你好，你放心，就算刘备没能拿下荆州，你借着蔡蒯2家的关系，仍能到曹丞相那里任职。曹操跟你舅舅可是少年好友，再加上你的能力，同样会被重用的。我跟曹阿瞒从小一起玩，他撒尿我和你放心，只要跟着舅舅走，吃肉喝酒，不管他们谁赢，咱们都不亏。听到此处，虾人也有了自己的计划，但智商不够，还是需要找诸葛亮商量。不知蒯家3位嫡女都年方几何？这就对了吗？有我蒯蔡2家支持，再加上你这小子一身的好武艺好文采，在任何势力都是顶梁柱，谁赢咱们就跟谁走。100年的王朝，1000年的世家，别看他们争得头破血流的，天下还是世家的天下。老大真真20岁，老二连连16岁，老三爱爱15岁。那就老二连连吧，但是他年龄太小了。按我徐州老家习俗，女孩18岁才能嫁过来。当年我母亲也是如此，舅舅不会忘了吧？虾人他娘叫啥来着？确有此事。当年你娘也是足足等到18岁才嫁过去，你可是不知道，你母亲出嫁那天，我都哭晕过去了。我与姐姐从小相依为命，现在想起出嫁那天的场景，我都难受。成婚可以等2年，但是订婚这个月就要办，要大张旗鼓的办，要世人皆知的办。可以。好，外甥你先回我府上歇息，我还需跟蒯兄商量一下订婚的细节。虾人走了吗？走远了，大哥出来吧。你自己女婿干嘛藏床底下？我得维持不着调不持家的人设，我要是出面了，这人设不就崩了吗？赶紧说正事吧，我晚回去，虾人该迟疑了。正事，你们不都定完了吗？真要是定完了，就没必要让你葬床下了。我俩现在正在考虑，等曹公南下之际，刀家刘备为曹公献礼。什么？你们有病吧？既然定下心来彻底倒向曹操，你们干嘛还给刘备2万兵员，又让虾人掌管江夏？自己这大哥即便是不装什么人设，也是个庸才。你说是包家1万兵马的刘备和包家3万兵马的刘备，哪个功劳大？
天啊，你们心太狠了，2万条命就只为换一个更大的功劳。那虾仁怎么回事？我与阿蛮自有相识，他是惜才的，那虾仁也不是傻子。刘备身死，他不跟着蔡怀两家走，他能跟着谁走呢？所以要把虾仁从刘备那分割出来，等到阿蛮兵至，再送与曹操当个部将，也是一件大功。更重要的是，蔡怀两家也需要一个代言人，他在曹操那立功，我们得好处；他在曹操那犯错，即便图他全族又如何？跟我们又不是一个姓。妈的，这2个人心太脏了。张飞这辈子都想不到，他的脑袋会因为聪明绝顶，一介莽夫更是成为一个运筹帷幄的狗老六。嘿嘿，俺有一计，可替大哥解忧。三弟，你怎么越来越像孔明了？也不对，怎么感觉脑子都麻麻的？然而就在前几天，张飞还在因为虾仁在襄阳娶媳妇感到愤愤不平。哎呀呀，虾仁这贪图富贵之徒，一个姑娘就把他收买了，真是气死俺老张啊！三弟勿要再说，子后怎会叛我？大哥，共患难易，同富贵难，这样的人咱们见的还少吗？二将军，当初可是我母亲落曹贼手里，没办法的事。再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诸位将军休怒，子后来信，今日便到，且看他见了面如何说。主公靓仔，我回来了，看我把谁带来了。在下魏延拜见刘皇叔，久闻将军复兴汉室之志，魏延以毕生之力助主公匡扶汉室，拯救大汉河山。文长快请起。文长无论是领兵还是武艺，皆是统领一方之才，却不受刘表重用。我此去襄阳，倾家荡产，才把他调到主公身边。文长放心，备定然不让你受屈。子后引荐花费几何？岂能让子后往里垫钱？不多，也就50万钱吧。子后有钱，主公不用管他。就是他姨夫是刘表，舅舅是蔡瑁，老丈人是蒯越，有的是钱，不用跟子后计较这些。好家伙，就不该赎回徐庶，你跟诸葛亮合伙对付我是吧？二弟、三弟，文长远道而来，想必还未用饭，替我多敬他几杯。刘备知道虾仁有话要说，于是支走了武将们。虾仁随即就把蔡瑁、蒯越的想法和盘托出。子后，你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太偏激了？如此计划也太危险了。虾仁刚想反驳，却被诸葛亮一把拉住，随即说出更激进的想法。孔明，你太偏激了。元直，是你太懦弱了。其实以我们3个心有灵犀的默契程度，有80%的把握，我军战果也是最大的。不能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上，那太虚无缥缈了。不要小瞧了我们之间的羁绊，别忘了我们3人可是从小一起上学、一起长大的伙伴，我们是金马学堂3剑客。这口号都不齐，你们哪来的默契啊？好吧，主公，那我们重新计划一下吧。随即3人重新计划一番，刘备才勉强放心。当天虾仁就和张飞领着500亲兵来到江夏上任。建安13年6月，刘表病逝，蔡瑁、蒯越废长立幼，奉其次子刘琮为主。曹操领53万大军从宛城南下，兵发荆州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开启家将系统，获得家将大礼包。请问宿主是否现在开启家将大礼包？开启。恭喜宿主，亲兵徐波获得50点统帅值，当前统帅值67点，其他2个亲兵统帅值64点。对了，系统，快把智慧值绑定到张飞身上。系统正在绑定，当前张飞智慧值37点，宿主智慧值50点，系统绑定成功。也就是说，张飞智慧加满需要63点，反馈到我身上之后，那我的智慧能达到113点。我去，岂不是秒杀诸葛亮？希望宿主别太过激动，智慧再高也跳不出人类的局限性。无妨，怎么也比现在强。我说三哥，你怎么秃了？这都反光的跟个卤蛋似的。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在江夏水土不服吧，总觉得脑袋痒痒的。那你这铁扇又是几个意思？学诸葛亮呢？而且人家那是羽毛扇啊！羽毛扇太容易扇坏了，我找人打了这柄铁扇。这2年我梦中得仙人传授，需要保持冷静。三哥，此刻若是夺下蔡和、蔡中的兵权，你觉得有几分把握？也就3分把握吧。不是吧？我把500亲兵都安插在江夏军中，人百夫长，现在所有下层军官都是我们的人，再加上你我武艺，还只有3分把握。自后为将者需要用兵谨慎。你怎么变得这么墨迹了？你不是号称猛张飞吗？咱俩打一架吧。可张飞哪里是虾仁的对手，2人足足差了6个武力点，虾仁一个冲刺就把张飞干趴下了。恭喜宿主战胜张飞，获得100点胜利点，当前胜利点为118点，
快把张飞智慧值拉满！恭喜宿主，张飞当前智慧值100点，反馈宿主63点，宿主当前智慧值113点。子厚，我悟了，我好像把一切都想明白了。你今晚约蔡和蔡中二人吃酒，剩下的交给我，酒中记得下药，菜里也放，再安排500刀斧手。最难受的事发生了，张飞拉满智力值变得十分谨慎。用得着这么谨慎吗？万一蔡中、蔡和这2年一直在藏拙呢？到底是智力值满100的人，讲的真他娘的全面。来。早知道菜里就不下了，都浪费这么多好吃的。此后，蔡中、蔡和的新兵已经控制住了每个人灌了10斤的酒，用绳索捆绑起来，分别看押。哎，蔡中、蔡和迷晕了，为什么不绑起来？万一是装晕呢？来人，把蔡中、蔡和都捆上，记得手和脚捆到一块，确保没有逃跑的可能性。我去领兵驰援主攻了，江夏就交给你，防襄阳更要防东吴。好吧，我尽力做到万无一失。哎，不行，我得试试蔡中、蔡和到底是不是装晕。兵法是法，刀法也是法。我是曹操53万大军如土鸡瓦狗。关羽，你随主攻领老兵5000，新兵1万，蛮兵1万，兵发襄阳。魏延领1000老兵在守寨防御曹操，我领1000老兵在2寨为你后援。赵云领3000老兵护送所有家眷到江夏去。大哥，军师一直都是这么勇吗？曹操可是领了53万大军啊！众将依令行事，军师千万要活着回来。万里江山在我心中不及孔明一人。有主公这句话足矣，亮必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说罢，2人分别，诸葛亮领兵北上，刘备领军顺御水而下。大哥，军师此举太过凶险，我军莫不如速速回军，依托7座军寨狙击曹操，同时去刘琮、刘琦、侠人那里求援。此计早已定下布置甚多，云长修律，告诉所有人昼伏夜出，不许暴露踪迹，发现百姓先就地关押，不许生火做饭，不许高声喧哗。关羽见自己大哥如此说法，便也不再坚持。刘备一行走了2日，在离襄阳40里处才停下。云长，你和廖化各领1万人在豫水两岸埋伏。周仓，你化作败军模样去襄阳求援，就说我以兵败曹操，正往襄阳退去。那大哥你呢？我领300亲兵在明面做诱饵。大哥，万万不可！那蔡瑁杀你之心，你岂可不知？自古起机创业，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。待襄阳兵马将我团团围住，2翼伏兵出击，力争吃掉敌军，切记不可放走一人。刘备发起狠来，比谁都疯。关羽也是百战老将，自然猜出了刘备现在的战略目标，骗襄阳出兵，消耗襄阳防御力量，是个好计策，但是难度也很大。希望能胜吧，大不了随大哥逃去别的地方守门去，反正给谁守都是一回事。文聘将军，刘景升用你防了我一辈子，现在刘表身死，你今后有何打算啊？我主身死，你蔡瑁装都不装了。这也没有别人，一吐为快怎么了？蔡瑁扶持刘琮公子执掌荆州，刘琦公子现居江陵，2位公子我只要辅佐一个，也算对得起主公知遇之恩了。自然是辅佐主公血脉刘琮公子执掌荆州，主公待我有知遇之恩。好，文将军真是忠臣良将。如果刘琮公子打算投降曹公，你该如何？什么？我只知道忠于公子，公子所想便是我之所想，这才对吗？既然将军有意，我便将你引荐给曹丞相。如今我襄阳还未臣服曹操，这样做会不会太急了？可如果乾坤既定，哪还有将军立功的机会呢？如何立功？机会在哪？曹公此刻几经出宛城了，必然要先讨伐新野刘备。刘备虽然兵少，却不好惹，恐怕会阻挡丞相的大军。文将军何不以援军名义驰援刘备，趁机打开城门，喜迎王师？这不太好吧？怎么说刘备他？怎么说刘备也是反贼，对他无所不用其极是对的。老爷，有重要消息。文聘将军是自己人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一共2件事，第一件事快家二爷说，文聘要是不识大体，干脆杀了，省得分他功劳。蒯越开玩笑的，切勿当真。你赶紧说第2件事吧。起兵加主。第2件事，刘备部将周仓前来求援。文聘将军，你的机会来了。你领3万精兵，假借援兵之名，入新野之后骗开城门，
一举拿下刘备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趁着文聘点兵还需时间，周仓被蔡瑁、蒯越带到城主府问话。刘皇叔可还好？我主公快顶不住曹贼了，请荆州速速发兵驰援。曹操兵马刚出宛城，怎么这么快就跟刘备交战了？而且也败得太快了吧？曹操宛城是疑兵之计，我主本打算依托军寨层层防御，但是曹操亲率虎豹骑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7座军寨仅剩1座，就这还是关将军和赵将军浴血奋战拼杀回来的。现在曹操兵势被阻，我军也正在休整，等曹操大军一来，肯定发起猛攻，到时候我们可顶不住了。周将军放心，新野为我荆州门户，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们还是懂的。我马上让文聘去点3万精兵驰援新野，一会你就领着他去驰援你主公。3万兵马会不会太少了？这3万兵马是先帮刘皇叔站稳脚跟，你放心，我荆州大军后续会源源不断的驰援新野。虾仁是我女婿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还担心什么？还是蒯大人厚道，那我这就去找文聘将军。刘备不对劲，异度莫不是多虑了。周仓的伤口全是刀口内深外浅，应该是自伤。而且我与周仓素不相识，也深知他是一个十分傲慢的人，除了关羽谁也不服，今天竟然向你我下跪。你的意思是刘备想要夺我家桌子？夺你妈的头啊！我是说刘备想要拿下襄阳。你觉得刘备是傻子？他那点兵马无疑是以卵击石。刘备不是傻子，他是疯子。即便拿不下襄阳，他也可以直接把新野让出来，转身去投江陵刘琦。弄不好他打算临走的时候赚一笔荆州兵马。他3万兵马，再从襄阳赚走3万兵马，会合刘琦的兵马，即刻就是10万大军。那我这就拦住文聘将军，不让他去。你跟文聘将军聊得如何？他几经倾心草阿满，答应去包夹刘备。那你就不要去拦着文聘。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刘备一定会在路上伏击文聘，我们将计就计，等文聘被围困之时，你再领兵趁机包围刘备的伏兵，给他来个反包围。能不能让张远去？我这几日有些拉肚子。怎么一到上阵就拉稀？以后就叫拉稀将军得了。我认识一人，名叫杨凌，此刻正在襄阳，这几日一直花钱托我给他升官，你带去可保你无恙。这人一看就是脑子不行，军职调动应该走我的门路才对，更何况你那收钱还不一定办事，我这收钱办事可一直有口皆碑。我尼玛，快滚去领兵吧，我的祖宗！诸葛亮，赶快弃城投降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哟，都到了。军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应该在第2寨当预备队吗？我想了想，让你一个新人上来承担这么大的任务，确实是我的不对，所以我改主意了。第一仗我来打，你去后面当预备队。军师打前锋不太合适吧？这种粗活还是我来的好。怎么，信不过我？不，那我留在这儿学习一下您的战法，这总行了吧？你确定？军师用兵如神，我定然要学习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可要看好了。文长，看好了，我只演示一遍。吾乃南阳诸葛亮，谁敢与我一战？单枪匹马就敢出战，这么装备的，吕布也没他这么嚣张啊！这不是瞧不起我们吗？诸葛村夫，今日就让你看看我虎豹骑校尉夏侯恩的厉害！诸葛亮死定了，那可是虎豹骑出来的校尉。夏侯将军，捉活的，我们缺个当野狐的。你身后背的是什么？此乃丞相的金刚剑，寻常人可没资格背这个。那你是想用你们丞相的利刃与我一战喽？夏侯将军莫不是怂了？怎么可能？要知道青钢剑一出，诸葛亮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原来如此，我估计夏侯将军现在是在想怎么弄死诸葛亮比较帅。夏侯恩将军，两军交战切莫心软。诸葛村夫，看剑。我看清楚了，确实是把好剑。你们曹军都是酒囊饭袋，还有何人敢与我一战？军师这么生猛吗？诸葛村夫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休要嚣张，识相的还回丞相宝剑，否则要你狗命！夏侯将军，我来替你报仇。是吕旷、吕翔2位将军，2人还是双胞胎，彼此心意相通。
组合技也是牛逼的很。2打1会不会胜之不武啊？2位将军吃饭拉屎都是一起，早就神魂相融了，都算胜之不武。想夺回青钢剑，那就来拿吧。就是现在，受死吧，诸葛亮！完了，军师休矣。众将一起上，我就不信他能杀光我们所有人。还有谁？神奇什么？我们乐进将军还没上呢。就是乐进将军旗次先登，还怕他不成？乐进将军快上，让他见识见识先登第一人的勇武。闭嘴吧，老子他妈只是莽，不是傻。20个将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了，我还他妈上？你们想趁我死了好上位将军是吧？一个个都这么会拱火，怎么不去火头军？我乐进不趁人之危，你连战19将，想必已经累了。这样吧，你回去吃饭，我们明日再战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要回去吃饭了。不用送了，我们自己会走。别送了，兄弟们，快撤！曹军第一次进攻就以损失了19名将领收场。诸葛亮这一场战果可谓不少。军师，这力道可还合适？我这战法文长一定是学会了，你明天用此等战法可好？军师威武，这战法我真用不了，文长甘拜下风。文长一会布置一下，告诉大家小心曹军晚上夜袭。好的好的。什么20员战将就剩乐进了，青钢剑也丢了，就是19头猪，诸葛亮想全杀也没有这么快吧？回答我。那诸葛亮武艺不在关羽之下，甚至还略胜一筹，我们实在是始料未及。但是不管怎样，都是我指挥无方，调动无能，末将愿受军法从事。文谦，你先退下，去叫军师来。曹操这次出征带了3名军师，荀攸、贾诩和程昱。可惜郭嘉、戏志才都死了，否则曹操这次就是5大核心智囊团了。诸葛匹夫连战我19员武将，夺我青钢剑，这如何是好？不如明日再找几人与诸葛亮斗将，我们暗中再派100个神箭手，到时候一声令下，把诸葛亮射成刺猬。诸葛亮一人之勇，难挡大军，莫要再与他斗将了，直接日夜攻打刘备军寨。蔡瑁、怀越已经承诺归顺朝廷，我恐迟则生变啊。程昱除了道德，什么都假。若要拿来对付诸葛亮，倒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就没点既能解决问题，又能挽留名声的办法吗？丞相何不邀蔡瑁、怀越出兵夹击刘备？等刘备首尾不能兼顾，我们再攻之。由于襄阳和宛城中间有星野阻挡，通信不便，此刻还不知道蔡瑁已经出兵，而且已经败了。此刻刘备正在围攻襄阳。明日先派2个武将去挑战诸葛亮，100个神箭手，100个弓弩手，全部藏在先锋军里，等与诸葛亮交手，全部射杀，不给诸葛亮活路。如果没成功的话，先锋军直接莽上去，长弓远程压制，攻城锤、攻城车跟进，军械的攻击重点放在正面，先登们的攻击重点放在两翼，使其收尾不可相顾。马上派信使去找蔡瑁，让他们出兵夹击刘备，多派几路，从汝南派1路走扬州，从长安走汉中顺江而下也派1路，从新野也派几路，看能不能冲出去一个。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好了，别哭了，主公大军来了吗？没来，主公都不知道是你写的信，你怎么没写暗号啊？我也没想射箭传递消息啊，谁能想到蔡瑁那个怂包？那个蔡将军不敢让你们靠近，情况紧急，我们来得极险。那现在咋办？你回去告诉主公，明天子时还是这个门，让主公亲自来，我放你们进来。好，那你多加小心。现在可以放了我全家吧？不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也投降刘备了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真拿我当废物了？我眼神可是出奇的好。蔡将军这是从霍峻家中搜出他跟刘备往来的信件。雪山千古冷，独照文眉峰。峨眉峰，还特么独照，颇具浪漫主义气质。哼，带下去。主公，我回来了。接上头了吗？写信之人可是峨眉峰。启禀主公，写信之人正是峨眉峰，他是临时起意射箭报信，所以没有按约定暗号写信。
他与我约定明日子时，主公带队从西门进，他到时候打开城门，里应外合。好，时间宝贵，我们早点拿下襄阳，孔明那边也能减轻不少压力，也不知孔明还能顶住几天。文长，水有点凉了。军师，我马上命人去烧热水。第二日子时，刘备领着5000老兵来到襄阳西城门外。姑姑，姑姑，主公，城门开了。祖宗保佑，若我大汉还有气数，就让我此战攻城。刘备作为中队进酒，关羽第一时间在城门下守护，确保刘备的后路。然而此刻整个襄阳城出奇的静，只能听见刘备兵马的声音。峨眉峰叛变了，主公有埋伏，快撤！刘备，你中计了，放箭，拿下刘备者赏万金。主公小心！快撤到城门底下躲避弓箭。冒着箭雨，刘备领着仅剩的士兵往城门洞跑去，但是更多的士兵直接留在了城门的遮挡外。看着不断落下的箭矢，刘备也有点绝望起来。天王大汉，看来我大汉江山气数几尽。卧槽，得亏留个缝啊，要不然都没地方使劲。子厚，你出现的太及时了，云长，快帮虾仁扛一下。没事，我能扛得住。开玩笑，我这4项之力，20吨的大门就是个塑料片片。子厚又救我一命啊！你怎么来的这么及时？我回营发现你们全都不在，询问之下才知道你们来打西门。主公，你们怎么陷如此险地？难道是霍峻那小子叛变了？他应该是被逼的。我刚才看见蔡瑁把刀架在他脖子上。子厚，霍峻还在蔡瑁手里，速去将他救下。谁看见蔡瑁去哪了？刚才绑着霍峻往蔡家去了。蔡家？那我可太熟了。此时襄阳一众文臣齐聚蔡家，正准备半路开香槟。快家大宴二爷全部亲自来，真是令我蔡府蓬荜生辉。蔡家家主为朝廷立下不世之功，我等自当来贺。家主得胜回来了，快奏乐！都停下，关闭屋门，全体防御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瞎子后回来了，一个人扛起城门，把大军放起来了。现在外面关羽已经把我们包围了。蔡瑁，你不要负隅顽抗了，你们即将被包围了，投降吧！我大哥仁慈，不会杀你的。蔡瑁知道刘备不会杀他，但是他更在乎的是他蔡家的家财，有钱才叫世家，没钱就是钱手。襄阳所有文臣都在我这，你要是敢进攻，我就把他们都杀了。我就不信你刘备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你想站在全体世家的对立面吗？蔡瑁，你先别动他们，我这就去请我主过来，千万不要冲动，有什么话你等我主公到了再说。子厚，你轻点，别弄疼我了。主公，你这箭中的不深，没事，都是皮外伤。启禀主公，关将军已经将蔡家团团包围，徐军师也把蒯家包围了。只不过蔡瑁把所有的襄阳世家文臣都控制在自己家中，他说让你去跟他谈，要不然就杀了他们。这些世家大族子弟，刘表曾经的文官们可死不得，日后这襄阳城还得靠他们运作啊！我这就过去。主公且慢，还是我去吧。你去能怎么办？无非就是收降，要么放走他们。那是自然。主公，这2种结果，前一种你不能这么干，后一种不是你能干的。子厚啊，你还是说的浅显一点，我这后背中箭了，脑子不够用。只有把蔡蒯2家赶出去，或者消灭掉，剩下的襄阳世家们才会真正归心主公。他们想当第2个蔡蒯2家，就得不停的主公面前竞争，而主公就坐享渔翁之利。另一方面，蔡蒯2家树大根深，在荆州盘根错节，明里亲戚5、6千，暗地里表亲3、7万。如果主公接着用他们，荆州上下都是他们的人，到时候您就是下一个刘表。那么为什么我不能亲自去放走他们？主公，你如果仁慈到连刚刚就想杀你的人都放过，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主公下死手。反正事后投降主公也会放了他们。那子厚依你之见，我是蔡瑁的外甥，蒯越曾经的女婿，我去放了他们，合乎天理人情，世间谁也说不出什么来。刘备点了点头，他只当是虾仁念着旧情，殊不知虾仁此刻想的却是满满的功勋点。这下发了。虾仁，你不能杀我，我是你舅舅，舅舅求你了，你别动手啊！谁要杀你了？舅舅，你瞎脑补什么呢？姑爷，你主公打算怎么处理我们2家？我主公要杀了你们2家，但是我不想杀了你们2家。这个节骨眼了，说话就别大喘气了，这太吓人了。
那子后能替刘皇叔做决定吗？不能，要知道舅舅刚才差点就杀死我主公了，我主肯定不会放过你啊！哼，把宾客都砍死，陪我上路。但是我想偷偷放了你们两家，毕竟一个是我舅舅，一个是跟我有过婚约的老丈人。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最后啊，你直接把话说完吧，你整的我都要犯高血压了。这些荆州旧臣，你一个也不能杀，我主公要用。刘皇叔到底还是厚道啊！叫什么刘皇叔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主公。你们可以走，但是钱财就别带走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即便到曹操，那也是饿死，还不如现在就死。允许你们带些盘缠、古玩字画，你们可以带走；奇珍异宝也可以带走，但是黄金、铜钱、房契、地契，你们都要留下。这下轮到蒯越思考了，蔡瑁也动心了，他也没再想往上要价，此刻活命、有钱这两样对他来讲更重要。奇珍异宝、古玩字画，足够蔡家东山再起了。外甥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说吧。我家宅这么多珍稀颜值，亭台阁楼给别人太可惜了，我蔡家只能你住，你替我看好了，当有朝一日曹操打回来，我还要住这。这个没问题。子后，我蒯家要跟你退婚。他当然要退婚，蒯家就是被虾仁害成这样的，岂能再联姻？更重要的是，这3个嫡女都是将来到曹操那边联姻的重要资源，绝对不能浪费在虾仁身上了。既然蒯大人这么说了，我也就不勉强这桩婚事了。那个有补偿吗？这是近50万钱的借款凭证，反正老夫也要走了，就都给你了，能要来多少是你的本事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荆州地界上怎么可能有敢不还我虾仁钱的人？既然蒯家如此慷慨，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别等了，收拾收拾，赶紧走吧！我给你们1个时辰的时间，再晚就被我主公发现了。1个时辰后，蔡家、蒯家拉着数百个大箱子从西门出发，他们要往上庸借到汉中，从长安去投曹操。感觉我好像还忘了什么重要的事。坏了，峨眉峰，姑姑。姑姑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救救我？我好想回家。就在昨天，诸葛亮一己之力挑了曹军19员武将，更是吓得越境不敢应战。魏延从此成了诸葛亮的小迷弟。而就在今天，曹操直接把全明星武将召集在一起，更是在暗处埋伏数百弓箭手，准备一举拿下诸葛亮。诸葛亮空有一身蛮力，却没什么脑子。刘备竟然会拜他为军师，真是可笑。明年的今天就是诸葛匹夫的忌日，如此英才却投暗主，真是可惜，不能为我所用。诸葛亮，快前来受死！诸葛匹夫，今日就是你的葬身之日。抱歉两位，我突然有股使意，容我回营方便再战。他怎么又回营了？难道是发现有埋伏了？诸葛亮应该没发现埋伏，或不是有其他原因。骑兵主公，诸葛亮出在刚要交战，突然想拉屎，他说等他方便之后再战。主公，这诸葛亮都被吓出事来了，可见主公之威名。自己这威名成通便的了，我是开塞露吗？不会说话就别说，告诉前锋军，等诸葛亮出来，赶紧交战。今天一定要让诸葛亮死无葬身之地。军师，快脱裤子，厕纸、熏香、便桶都准备好了，是我疏忽，应该让丞相先方便再上战场的。谁跟你说我要拉屎的？军师，不是你刚才在两军阵前说的吧？此乃是我的计策，文长且看我戏耍与他。我先试一会儿，1个时辰后前来叫醒我。啊！这诸葛亮拉屎怎么这么慢？怕不是便秘？再便秘1个时辰也该拉出来了，难道是怕了我俩不敢出战？这诸葛亮拉屎也太慢了，他想把肠子都拉出来吗？程昱，你这计策诸葛亮应该是识破了，直接进攻吧。丞相，诸葛亮出寨了。诸葛亮，你拉屎怎么这么慢？都拉了1个时辰了。对不起诸位，亮最近大便干燥。说起这大便啊，它有干稀之分。他们聊什么呢？聊这么半天。骑兵主公，诸葛亮在和2位将军分析了1个时辰大便的构成，现在在聊母猪的产后护理。诸葛亮，你有完没完？你太磨叽了，快来打一架，打完我好回营吃饭了。说到吃饭，正好我也有些饿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启禀主公，诸葛亮磨叽半天，给自己磨叽饿了，回营用饭了。那你们回来干嘛？我们也饿了。拖下去砍了。主公，我等并无过错。主公，是我的过失，没想到诸葛亮如此奸诈。程昱说的对，这2人并无过错，都是按自己的命令执行的，只怪诸葛亮太狡猾了。
既然程昱军师替你们俩求情，死罪记下，你俩先去用饭，用过饭直接进攻诸葛亮军寨，我要诸葛亮死。军师，下午您还这么拖他们吗？曹操应该看出来了，我这是拖兵之计。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曹操下午应该会直接进攻我们的军寨。那我这就去布置防务，吩咐士卒收拾好军械粮草，准备撤退。记住，在军寨内撒满火油。是。下午，曹军在用过饭后便直接发起进攻，先锋军很快就跑到军寨门前，却冷冷清清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连个射弓箭的都没有。难道他们都逃走了？里面会不会有埋伏？来人了，把这大门撞开！都进来吧，诸葛亮应该是逃了。我说这个诸葛亮合着是个花架子，真怂，我还寻思能抓住他呢。也别这么说，毕竟他一个人挑了19员武将，那有什么用？他一个人还能挡住曹丞相53万大军。众人在军寨四处草草地看了一圈，除了军帐什么也没有。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中计了，弟兄们快撤！魏延走时把整个军寨都浇满了火油，大火爆燃，咒骂声、痛苦声不绝于耳，5000先锋军基本都报销了。而诸葛亮此刻已经退守第2军寨。军师，这下曹军可算损失惨重了。如此用计太过狠辣，我知过也。仅仅一座军寨就扛住了曹操53万人2天的步伐。恐怖的是，这种军寨诸葛亮还有6个。曹操也学聪明了，坚决不斗僵，直接全军一起压上，陆续拔掉了5座军寨。军师，咱这最后一座军寨还能守多久啊？文长切不可如此丧气，2000人靠着7座军寨坚持3天半，几经是难得。我们身后还有新野。军师，那文长，咱们并肩作战也有一段时日了，有什么话你直说便是。军师，我们到底要守多久才算完成任务？诸葛亮看出魏延的顾虑，曹操大军几番猛攻，连丢5座军寨，眼下这就是最后一座，而他对自己的任务又不知情，顾虑是正常的。什么时候主公来支援，我们就算完成任务。当然，如果实在守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撤退。我们只是要阻击曹军，不是送命，你放心就是。不好了，军师，曹军攻过来了！打开寨门，我去迎战。啊，不是吧？怎么又忙？军师，你不怕有埋伏吗？前几日他们或许有埋伏，这一战未必有，更何况他们也需要休息。我去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撑半日休整时间出来。诸葛亮已经强弩之末了，他们仅剩500-600人，而我们是3万个身经百战的弟兄。丞相说了，杀诸葛亮只赏万骑，封关内侯。曹仁将军说得好啊，诸葛亮在此，曹军可有人敢战？诸葛匹夫休要张狂，待我请示丞相再与你一战。我也是遵守丞相的命令，不私自斗将，要不然我拿下诸葛亮也就一盏茶时间的事。禀报丞相，诸葛亮想要斗将，曹等将军让我来问问丞相的指示。去把所有将军都叫来，我要跟诸葛亮斗一斗。你回去告诉曹仁，让他等一等，我马上带人过去。少许时分，曹操领着全明星阵容出现在战场上。曹操，你名为汉相，是为汉贼，曹家夏侯家90汉路。少啰嗦，诸位将军一起上！今天你诸葛亮必须死！曹仁，快射！终究还是要死了吗？诸葛亮终究还是肉体凡胎，在许褚几人的围攻之下，被曹仁暗箭射中。此后，原职，咱们荆州3剑客不能在一起愉快的玩耍了。现在马都能上天了，看来我真的凉了。别乱动了，你一动就影响速度，再晚诸葛亮就死了。虾仁日行1200，跑得比赤兔还快。为了赶到博望坡来救诸葛亮，他扛着马来的。亮仔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这特么还是个人。那个拿着夏侯惇转风车的男人来了。此后还能再见到你真好。你先躺好，我给你报仇。谁暗箭伤人，自己站出来。两军交战自然是不择手段。就是你放的箭是吧？不是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暗箭伤人是吧？事已至此，放手一搏吧！就让我看看曹魏的猛将凭什么狂！快放箭！
好。大军压上，一起上！我要他死！卧槽，体力有点跟不上了，先撤了。孔明呢？在军帐中已经安排军医治疗了。巨士，我们还反击吗？无法反击了，我背上诸葛亮，你们跟着我回新野。但见虾仁冲进军帐，背上诸葛亮往外就走。军师，军寨里的粮草怎么办？全烧了，人回去就行。这是。火点燃的那刻，魏延差点跪下，感觉就像心里缺了一块似的。军寨外几经结好阵型的曹军谁也不敢动，今天都打累了，唯独关羽还在跟徐晃过招。见虾仁出来，便直接闪身退回寨门。子厚，诸葛军师这是怎么了？孔明太累了，让他睡会吧。我去给军师报仇。他又没死，你报哪门子仇？没看到曹军都组织好阵型了。关某今日看在军师的面上，饶他们一命。咱们快回新野吧。虾仁一行人带着部队往新野退去，曹军也干脆退出战场，等着军寨烧光再说。靓仔，快醒醒！再不醒，我就弹你小坤坤了。还好裤子还在。不是吧，靓仔，你这么不信任我，我是能弹你琵琶的人吗？子厚，你还真能干出这事来。我们现在呢？虾仁看到诸葛亮还有闲心打哈哈，说明身体没事，心中悬着的心才算放下。最后一座军寨我给烧了，我们此刻在新野。襄阳拿下了吗？那是自然，你看我牛逼不？不看。那新野现在多少人？襄阳多少人？蔡、怀两家是如何处理的？虾仁知道诸葛亮此刻要收集情报，于是把这几日发生的事全告诉了他。你先别思考对策了，来之前我跟主公原直都商量完了。我现在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我救你那时，你应该退到新野，你为什么还在最后一座军寨？我是怕你那边时间不够，所以我想多争取半天时间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死了，后果多大吗？有天那么大，知道天有多大吗？看着虾仁用手比划着，诸葛亮觉得心里暖暖的，感觉又回到了童年。当初在司马徽学堂的时候，虾仁也是这么用双手揍的原指。子厚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会了。这才对嘛，性命才是匡扶大汉的本钱，这点主公就摸得很透，每次都是自己跑了，连老婆孩子都顾不上。子厚，你们怎么打算的？我打算把江陵的2万精兵留下来给二哥，让二哥领着关平、周仓死守新野。襄阳现有守军6万，翼德那边会把新收的4万降兵也拉过来，到时候襄阳就有10万守军。如果曹操围着新野打，襄阳就源源不断给新野提供支援；如果曹操绕过新野直扑襄阳，二哥就从新野不停袭扰曹操粮道。这战法其实很中规中矩，很明显不是你的水平。你江夏这2万精兵放在哪？就知道瞒不过你，荆南还有4郡呢。诸葛亮此刻懂了虾仁的部署，新野放关羽2万人当一颗钉子，分散曹操注意力，让刘备在襄阳堵住曹操，而他去拿下荆南4郡。如果荆南4郡拿下，刘备将得到除南阳郡以外的全部荆州。有了全部荆州的支援，拼内力，曹操根本拼不过刘备，因为曹操是运粮，刘备是就地取粮。江陵和江夏都是谁在守？江陵是4弟子龙，江夏是3个翼德，每城都有3万府兵。子龙、云长、翼德都在外面，那主公手里岂不是没姜了？所以要调你何文长回去，主公那里还有新归降的文聘、峨眉峰霍峻、庞家最能打的庞纪，荆州所有文臣，让我来个一勺烩。你现在有整座正常运转的襄阳为支撑。我出道以来就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啊，真是过瘾。以2万人逼降荆南4郡，对你来讲应该难度不大。到时候荆南4郡的兵力可以抽出来，足足有10万人。谁跟你说我要逼降荆南4郡了？难道你还要直接打不成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了，要是逼降他们，襄阳的手根本插不进去，到时候谁赢他们跟谁，很容易反复叛乱。可打下来就不一样了，荆南4郡全部失控，这是多大一份红利？你想过没有？足足120万人口，整个江东才100万人口，还有各郡县的官职，你知道能收买多少小世家吗？把这些小世家通过这些官职绑定在咱们这条船上，整个荆州上下同欲。靓仔，《孙子兵法》那句话上下同欲者胜。那为首的几个大世家呢？要么他们自己变成小世家，要么我帮他们变成小世家或者百姓。你做1次2次，天下的世家看不出来；你做多了，那些大世家早晚能看出来的。靓仔别怂，不就是几个大世家吗？所有人失去的仅仅是锁链，我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。子厚误解我了，谁说我怂了？只不过我有更好的办法。你听说过小宗与大宗吗？你好坏哦，我好喜欢。
诸葛亮在博望坡以一敌四，却被暗箭射伤，好在虾仁及时赶到救下了诸葛亮。安顿好之后，虾仁便领着马良带上2万兵马南下荆南4郡。第一站武陵。这武陵城这么穷啊，都分不清是士兵还是难民了。怎么来这么多人？这是来打咱们的吗？别管了，咱睡会吧，睡着了就不乐了。长时间的贫穷让整个城市既无力又麻木，一股冲鼻的屎尿味，虾仁也是第一次被味道呛到眼睛。我是江夏太守虾仁，来攻打武陵，麻烦几位通报一声，让太守出来迎战。麻烦尊重我一下好不好？打完就给饭吃。将军守候，我等这就去通报太守。片刻之后，城中冲出无数难民，为首的一人消瘦无比，看见虾仁如同看见了亲爹。你可是马家那白眉小子，我是你师叔金靴呀。师叔，半年不见，你怎么如此消瘦？一言难尽，市值可有饭食充饥。我这还剩点饼子，师叔赶紧吃了吧。堂堂一任太守，落到这副田地，到底是怎么了？荆南4郡，我武陵就是个凑数的，仅10万人口。如果不是为了防备五席蛮子，朝廷都不会在这立军。小伙子，这武陵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了，快放我回家！这破太守打死我也不干了。这么惨吗？那你何不去襄阳要粮？去了几拨人，还没到襄阳就绊到饿死了。你自己都快饿死了，干嘛不弃城逃跑？我其实没觉得刘皇叔会拿下荆州，所以我一直在等曹操，他只要来接手武陵，这武陵太守就是我的晋升之资。为了仕途，我是一挺再挺，结果挺到现在我也走不了了，半点粮食都没有。那3郡半粒粮食不肯拨给你吗？他们就看着武陵的百姓活活饿死。百姓而己，死1万人和10万人没什么区别，都只不过是个数字而已。军中的粮食还能让全郡百姓吃几日？只够2日的口粮。可五西蛮那边怎么办？军师此次先打武陵，不就是奔着借蛮兵来的吗？头疼，巧妇无难米之炊啊！今日工薪商店已刷新，宿主可花费5万工薪点，可兑换1万担粮草。宿主当前还剩26万工薪点。系统，你特么太及时了！4万石够吃9天左右，也就是说11天之内，我必须从五西蛮那借来兵，再拿下另外1郡，这样才能解决武陵危机。我会法术，你们信吗？为了避免暴露了系统，虾仁把兑换的粮食放在城中的粮仓，仓门打开，雪白的大米堆积成山。精米呀，4万石精米，军师真乃神人也。军师有如此法力，岂不是天下苍生不再饿死了？既常不知，天地有定数，我这术法消耗的不是法力，而是我本人的寿命啊！什么？军师，这些精米竟然是您消耗寿命得来的？这么多的消耗多少啊？差不多70年吧。既常放心，我等修行之人寿命本身就比别人要长，跟我武陵10万民众相比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如此牺牲爱民如子，真不愧是瞎子后啊！既常快去做些粥食来，尝尝这精米味道如何。别忘了歌颂主公之安德，要让百姓知道，这都是刘皇叔仁慈，不能太明显，最好再找几个托。要不说人家年纪轻轻。
他是部落中最精壮的首领，却一脸崇拜地跪倒在虾仁面前。您举起了我们部落的神使，您今后就是我们部落新的信仰。沙摩河部落6万族人，麾下3万勇士，愿意加入大汉。这破石头这么重要吗？参见蚩尤神。你以后跟着我混了。这样吧，你选出最精锐的500人当我的亲兵，你当我第2亲兵营的营长。恭喜宿主获得亲兵2营，当前亲兵1营平均武力值55点，新兵2营平均武力值50点。这蛮兵精锐可以呀，上来就跟刘备的百战老兵持平。还不知道主人您的名讳？我叫虾仁，自此后以后我就是你们唯一的信仰，前提是你们遵守大汉的法律。现在所有人拿上你们的家当，跟我走，我带你们走向真正的文明。虾仁不费吹灰之力就收服了整个五溪蛮部落，接着就领着2万荆州兵和3万蛮兵就把零陵城围了起来。要不我们直接降了吧？父亲勿急，我城中3万守军，虾仁仅5万人，还有3万不会攻城的蛮子，我军完全可以抵挡得住。主公勿忧，虾仁徒有虚名，待我出战，生擒于他，零陵之围自解。那下子后生行夏侯惇、许褚曹仁加起来都不够他打的，你能打得过？那是他没遇到我，可惜我在零陵无用武之地，竟然让庶子逞名。父亲，既然邢将军求战心切，不如就让他出战，试试虾仁战力。那就辛苦邢将军了。反贼，安敢侵我境界？来将何人？说出无名，吓容一跳。我乃零陵上将军邢道荣。原来是你啊！你居然敢笑话于我，吃我一斧！坏了，遇到高手了！拿下！这胖子看着挺唬人的，想不到在虾仁面前连一招都过不了。所有人做好防御准备，虾仁要攻城了。今日不打了，明日再说。夏军师，我一直久仰您的大名。刚才在城门之上，我几次3番劝刘度那老头投降，谁知道他就是不肯。我以死相逼，他却命我出来跟您打。我假招落败，都是为了跟您搭上话。你放我回去，我为内应。晚上打开城门，放您进去。邢道荣将军可是真心投奔于我？我邢道荣愿跟随军师，为军师牵马支灯，舍生忘死。既然如此，接下来我给你笔墨，我说一句，你写一句。军师可是让我给刘度写劝降信，我说你写即可。曹操，你在宛城嫖娼，活该你儿子短命啊！怎么，你不愿意写？推出去砍了！且慢，别砍我，我写还不行吗？别忘了写落款，零陵上将军邢道荣，再摁上你的血手印。邢道荣彻底心死了，这封信落到虾仁手里，他算是彻底没办法投降曹操那边了。第2封就写孙权，你个瘪犊子！完了，我彻底完了！现在的军师都这么不讲武德吗？太卑鄙了！信写好了，我就放你回去。此时你打开西门，算你大功一件。是。邢将军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被虾仁擒住了吗？那虾仁佩服我的武艺，送万金收买于我，我没同意。后来他又提出把刘备的女儿嫁给我，让我当刘备的女婿，我还是没同意。那虾仁佩服我忠义，放我回来，约定明日再战。以前咋没看出来这胖子满嘴跑火车的尿性？既然邢将军如此说法，我要是质疑你，反倒是我的不对了。那就按虾仁约定，明日劳烦邢将军再次出战。主公放心，我今日是轻敌之计，就为了让那虾仁小觑于我。我已摸清虾仁的招数，明日我定将虾仁斩于马下，献于主公。邢道荣跟个话痨似的，刘度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停下，只好打断让他赶紧去吃饭。那吾就去用饭便是。父亲，这邢道荣分明是几经投降了虾仁，想必回来是当虾仁内应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应该如何处理呢？杀了他，以绝后患。你还是太年轻了，我们应该给他机会，让他偷偷打开城门，我们在城门上设下埋伏，等虾仁进来，万箭齐发。妈的，这邢道荣这么多，很难不发现啊！可是主公让我们不要发现邢道荣将军啊！那边有动静，快追！好险，差点就被发现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如此大功，刘备不会真把女儿嫁给我吧？夏军师，快进来！我把守门的全骗走了。做得好，记你大功一件。将士们，杀入零陵城！
虾仁，你中计了。二营长，出来吧。你们这些蛮子是怎么进来的？你零陵背靠大山，岂不知我五溪蛮翻山越岭乃是看家本领？刘贤被生擒，整个零陵也不再抵抗，虾仁兵不血刃拿下零陵。邢道荣，以后在我手下当个副将吧。军师，我行到路以后跟定你了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我这还有一件大功，你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军师请说，我邢道荣为军师上刀山下火海。